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放水的时代啊，圈钱的盛宴。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是一个放水的时代。那底层的老百姓呢，担心物价上涨；那中产阶级呢，担心资产贬值啊；顶级富豪呢，忙于让这个资产上市啊，享受圈钱和估值的盛宴。那最近呢，就有一位低调的富豪啊，即将踏上追逐全球财富排行榜的征程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农夫山泉的这个实际控制人钟闪闪。那农夫山泉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是个平时随处可见的一个快消品。那在资本市场呢，有人称农夫山泉是水中茅台啊，也有叫它是中国的可口可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分析看啊，看看它对不对得起呢这两个称谓。来资本市场呢，它是来圈钱来了，还是来干什么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这个农夫山泉的一个基本情况啊，让大家呢有个大概的了解。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3年的一个营收和净利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从2017年到2019年，这个农夫山泉的营收呢，从174亿啊，一直上到2019年的240亿啊，年均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呢是17.2%。然后净利润呢，你看从2017年的这个33亿啊，一直到这个2019年的49亿啊，这个年均的复合增长率呢是21%啊，它这个增速可以说是非常快了啊，高于这个同期的中国软饮料行业5%的一个平均增速。那一般呢，这个企业上市呢，它都会披露这个上市前3年的这个盈利啊和营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它的几个系类的产品，具体的产品的营收情况啊。那它的产品呢，主要分为4大类啊。第一类就是这个包装饮用水啊，第二类是茶饮料，第3类是功能饮料，第4类呢是果汁饮料。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到，它这个营收最大的大头呢，就是这个包装饮用水是60%啊，其他的3类呢分别是13%、16%、10%的一个比例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它的这个招股书上啊，我们把这个它的每一类产品的毛利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包装饮用水的毛利是最高的60%，对吧？茶饮的毛利率是59.7%啊，也非常高。然后功能饮料呢是50.9%。啊，然后果汁呢是34.7%啊，低一点。那不管怎么说，它这个综合的农夫山泉整个公司的毛利率呢是在55%啊，也是非常高的。那根据这个市场研究机构呢，就是说在包装饮用水这一块啊，这个农夫山泉连续8年已经保持了市场占有率第1的地位。那其他的那3类呢啊，也能排到前3啊，所以前3其实就是第3啊。那好，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农夫山泉整个的这个市占率的一个情况啊，也有统计机构呢做了一个统计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农夫山泉它的这个市占率呢，就瓶装饮用水这块啊26%，然后第2名呢是那个医保啊，华润下面的那个医保是21%，第3名呢是百岁山啊，第4名呢是康师傅，第5名是冰露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后面这些竞争对手其实咬的也非常紧啊，这个相差的这个差距呢并不那么大啊，你比如说第2名的医保啊跟第1名它其实差距没那么大，后面的咬的也很紧。好，我们接着再看一下啊，就是整个这个农夫山泉呢啊，它的这个销售成本的一个构成啊，就是它这个1瓶矿泉水，它这个里面成本主要有哪些啊？其实就这么4大块啊，其中最大的一块呢，其实就是包装，就包装，你看那个31%的这个 PET， 它那个是包装材料，还有31.5%的那个就是纸箱啊、标签啊、这些瓶子啊这些东西，对吧？这是31.5%。反正这2项加起来吧，就是整个都是包装材料，就占到63%啊，63%就是一大半都是包装材料。后面11.8%呢是水啊、这果汁啊这些成本，还有25%的那个成本基本就是人工和制造费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1瓶矿泉水它的大头的成本就是它的包装材料啊，人工的成本其实里面微乎其微的啊，可能连这个10%都到不了吧啊，非常低。好。这是农夫山泉的营收啊和净利的情况，反正大家记住2个数字啊，就是营收呢就是240亿啊，净利呢就是50亿啊，这个毛利率大概是在55%啊，净利率呢是在20%出头一点，就是这个水平。那这个水平是客观的来说相当高了啊，比这个同行业的其他的这个饮料啊、食品饮料这些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高得多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股权结构啊，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上市的一个架构啊，它股权结构可以看到，这个实际控制人钟闪闪，他本人他就持有80%，就上市以后啊，就是这个发行完以后，他的持股是84.4%。那第2大持股人呢，就是这个
中山展它的联系人，所谓联系人呢，其实就是他的亲属啊，跟他就关系密切的人啊，比如他妻子啊，妻子的亲属。那这个6.21%里面呢，基本就是都是他们两家的亲戚啊，就中山展和他太太的他们两人的这个亲戚持股6.44%。那剩下的你看0.53%的那个公司董事兼核心关联人士，那基本就是一些高管啊，高管持0.53%。还有呢，就其他的个人股东那个57人那个5.36%那个那个基本就是就是可以说是圈内人吧，你就说他的亲朋好友也好啊，或者是核心的一些大佬也好，基本就是这些人。然后那个基石投资者，你可以看到1.03%就是发行以后，他基石投资者拿走了1%，差不多拿走了大概26、7亿的这个份额吧。那这个基石投资者都是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基石投资者啊，就是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就富达国际啊，这个新加坡主权基金啊，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啊这些东西，这些大的基金嘛。然后真正其实散户拿到的只有2.43%是非常低的一个比例。那总共其实农夫山泉发行融资的这个比例，就是股份一共就3.4%这个水平。那融资的金额大概是10亿美金10亿美金。好，接着我们看一下以后就是上市以后，农夫山泉上市以后的一个市值的情况。它这个发行价格呢是按照这个上限，就是21.5港元去发行的，因为大家认购比较积极嘛，这个就按上限去认购。那整个股本呢，农夫山泉的股本是111.88亿股本所以按这个你算下来呢，它的市值就达到了2405亿港元折合人民币呢是2126亿人民币所以你按这个计算的话它上市以后呢，就成为港股上应该食品饮料板块里面排名第2位的企业了应该仅次于这个百威亚太百威亚太现在大概是3400多亿港元的一个市值。好，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下这个对，我们说一下这个港股里面另外2家竞争对手一个就是康师傅，还有一个统一企业中国。那康师傅现在的市值呢是800多亿港元统一企业中国的市值呢是300多亿，对吧？所以你一看这个农夫山泉上市以后相当猛，相当于3个康师傅控股就8个统一企业中国，这个体量呢是非常非常庞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实际控制人就是其实这个农夫山泉一直被市场诟病的就是它并不那么缺钱，它实际上其实是很有钱的，包括它实际控制人非常低调。这个通过天眼查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它这个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数量呢有114家，非常多。然后它下面呢有2家企业马上就已经上市了，就一个是刚才说这个农夫山泉9月8号上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万泰生物，它已经在这个 A 股上市了，而且在万泰生物呢，它的持股比例也非常高它这个通过大家可以这个图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一大股东是养生堂持股养生堂其实也是中山展实际控制的企业，所以这个养生堂加上它自己直接的持股合计呢，在万泰生物里面呢，中山展已经持有75%的股份。那现在这个万泰生物的市值是多少呢？市值是920个亿，所以说你给它算一下，就中山展在万泰生物上的这个身价呢，已经有700亿了。那如果呢，农夫山泉再上市，对吧？上市以后市值差不多是2100亿人民币嘛。那中山展它的个人持股达到84%，对吧？那在农夫山泉上的市值呢，将近就是1700多亿所以你把这个它在万泰生物和农夫山泉上的这个市值2项加起来，合计呢身价就是2400亿了那大家知道，在这个2020年这个胡润这个全球富豪榜上就国内富豪方面排名前3的是马云、马化腾和许家印嘛，这个财富分别是这个3100多亿3080亿，还有2310亿。那中山展的这个农夫山泉上市以后呢它就会一举超过许家印成为全球华人排行榜里面中国富豪排行榜里面第3的这个企业家。好，那这个其实上市呢是比较牵强的，对吧？上市他给的这个有很多公司在上市前去调研嘛，路演这些。他当时他给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是领导这个实际控制人年龄偏大，要对家族的财富进行量化分析这个量化分析什么？就上市以后有一个数量了，可以量化分析这个给这个接班人传承人儿女怎么切分财产好切分了好像是表面上给了这么一个理由。然后同时呢说接纳先进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好这个好上市以后职业经理人上来。
那还有就是在香港上市的理由就是就没有在 A 股上市嘛，很多投资人就问他怎么不在 A 股上市啊？他说在香港上市的好处是国际化啊，国际上进行兼并收购这个未来进行国外扩张种种的这些理由吧，其实都比较牵强啊。大家知道上市不外乎一个就是钱，第二个就是名嘛，对吧？其实它一不缺钱，二不缺名啊。这个钱它这个现金流非常好啊。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它上市前的这个分红它有一个突击分红的动作，你就知道它不缺钱。然后第二个上市是很多是为了名嘛，对吧？为了名的话，那农夫山泉本身这个就是这个名头就很响亮了，市场上无人不知，对吧？其实也不是为了名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是一个大放水的时代不圈白不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它在上市前的这个突击分红，这个是被很多媒体所质疑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这个上市前把这个往年的利润一次性全给抽走了这个媒体很多质疑它。那在2017年、18年呢，它的这个分红很低就在3.67亿吧这个水平，其实也就是当年净利润的10%。那本来这个的分红水平呢，基本也就是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一个正常水平当年净利润的10%。但是到了2019年就是这个2019年底吧，就上市前夕它一下子分了这个将近96亿元的分红。那中闪闪个人可以拿到多少呢？按照他的这个超高的持股比例将近84.5%的这个持股比例，他个人获得了83.69亿。那到了2020年4月就是第二年他又可以分红了，这个农夫山泉又马上派息分红9亿这么两下加起来就是将近105亿嘛。所以说整个几乎是把这个农夫山泉过往3年，就2017、2018、2019 3年赚的钱呢，一次性就是分红全给分走了。而且这个拿钱拿走的大头呢，就是这个实际控制人钟闪闪所以说很多媒体就质疑他，你这个是来干嘛来了？是来圈钱来干嘛实际上就是来圈钱。说白了这个上市在这个企业在一个企业的高光时刻，此时不上市更待何时呢？对吧？在这个市场对食品饮料这个行业有这么高的憧憬，给这么高估值的情况下，然后整个这个社会呢又是一个大放水的一个时代那此时不上市更待何时，对吧？那还有一个事就是他在上市前，他还跟银行贷了一笔款就是在2020年1季度，他向银行的贷款贷了15.5亿。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它主要是为了编造一个募集资金的一个用途，对吧？这个募集资金它融10个亿美金嘛，你总得有一个募集资金的用途，到底是干嘛，对吧？那这个可以凑一项就是这个归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那这两项呢可以凑一个募集资金的用途。那其实农夫山泉账上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如果不算这15.5亿的话，其实自有资金也就5个亿了就是如果把这100多个亿分红都拿走以后。好，从这点呢也可以看出这个农夫山泉它不缺钱它非但不缺钱，它还分了很多红。那它这次上市这个估值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按2100亿人民币的估值，然后2019年它的利润是将近50个亿嘛，那就是40多倍的估值。那这个估值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行业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这个估值的泡沫呢肯定是有一些的。那在这个平均呢，这个饮料行业的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呢，也就20倍左右你像这个康师傅大概就20倍，统一中国呢也是20倍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农夫山泉的盈利水平高毛利率、净利率水平高，所以给一个高的估值，对吧？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其实农夫山泉其实上半年呢，它这个营收也在下滑。上半年呢，它的这个营收是115亿，同比是下滑6.2%。那给出的原因呢是受疫情影响，包括这个水灾自然灾害这些的影响但是呢，统一中国和康师傅呢，在上半年的这个在桶装水这块就矿泉水这块的营收这个增长幅度要比农夫山泉做得好一些。那你像这个统一中国上半年的这个营收是118亿同比还增长了3%。然后这个康师傅呢，上半年就光从这个就饮料这块去看的话，它上半年的营收是176亿这个虽然也是同比下滑，但是幅度呢比这个农夫山泉要小。好，最后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就是其实最近这个上市融资都很疯狂这个还有2个圈钱大户也要马上要圈钱，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蚂蚁金服，对吧？蚂蚁金服预计在10月20日之前吧就要上市。
那蚂蚁金服呢，这个估值啊更加恐怖啊，它这个估值是2000亿美金，它准备呢在 A 股发行10%，港股发行5%，那合计呢就是发行15%。募集资金的总额呢大概是300亿美金吧。那这个体量呢可以刷新全球最大的 IPO 的募资记录了。那它的这个募资用途啊，这个资金募集用途也是很牵强啊，说的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投入创新科技啊40%，然后补充流动资金啊，助力数字经济升级啊，加强全球合作啊，反正其实就随便说说啊，随便写写，它没有很细的细项的一个投入到哪里了。那这蚂蚁金服呢啊，也是赶到了一个好的时候。那现在整个对科技股的估值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像它这个金融科技啊，这个估值非常非常高啊，达到60-70倍啊，有的上100倍。所以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啊，然后去上市啊，去募集资金啊，你说圈钱也好，那也是蚂蚁金服的一个选择吧。而且蚂蚁金服的股东构成非常复杂啊，如果大家看它的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股东构成，你就看到里面的利益相关者啊非常非常多。那这个它一上市啊，可以造就很多的亿万富豪。那还有一家企业就是最近就是在科创板上市的叫中微公司啊，一个半导体企业，它呢8月28号晚上披露了定增预案啊，准备呢募资金额啊要100亿。那这个中微公司呢，它这个2020年上半年整个净利润才赚了1.19亿啊，那下半年给它算2亿好了，就赚3个亿，然后市值呢现在是900多亿啊，就是估值是300倍的估值啊，以这么高的估值的情况下，赶快继续进行再融资啊，再进行定增，再募它100亿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各个公司啊，它这个胃口大增，这个圈钱的动力啊非常强啊，因为这是一个大放水的时代啊，这个到处弥漫的各种各样的钱啊，不拿白不拿。好，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华尔街有句名言叫金钱永不眠啊，那如今呢这种大放水的时代，可以说全球呢都在透支未来啊，人类呢也变得短视，所有人呢都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啊，那既然这样呢，何不加入盛宴啊，参与这个群魔乱舞的一个时代。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啊，记得点赞、订阅、转发，支持蒙面财经做出更好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